Hello， 大家好，我是郑郑。医生的职业是救死扶伤，但如果逐渐跑偏，走向了极端，后果可是不堪设想的。然而，这种猜想并不是空穴来风。在美国，就有一个监狱医生进行了1万多次的人体实验，而他做的这一切的目的相当的奇葩，竟然是为了重振美国人的男子气概。对的，你没有听错，这1万多次的实验都是睾丸移植手术。他试图让老人重新拥有阳刚之气，并且还试图把动物的移植到人类身上。那么他这样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有人说他是为了研究犯罪和荷尔蒙之间的关系，对此舆论褒贬不一。那咱们也不废话了，看之前别忘了一键3连，下面就和郑郑一起来看看这个人以及他的这些实验究竟为了啥。这一切的人体实验就发生在大名鼎鼎的圣昆廷监狱，这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最老的监狱，关押着穷凶极恶的囚犯。可能有小伙伴听说过这个监狱，都是源自于它的豪华程度。不过在20世纪初，圣昆廷监狱有着一段可怕的历史，超过了1万名囚犯经历了毛骨悚然的人体实验，而背后操纵这一切的医生正是里奥·斯坦利，他是圣昆廷监狱的首席外科医生。在1913年的时候，斯坦利医生被正式聘用，成为了一名监狱医生。当时的他并没有什么手术经验，但在任职期间，斯坦利的工作非常忙碌，他不仅要监督处决，还要对死者进行尸检。不过这并没有让他灰心丧气，一直以来囚犯都是科学实验的对象，现在斯坦利手里有大把的实验对象，他暗自庆幸自己绝对能研究出一番事业来。不过刚抵达监狱的时候，斯坦利很不满，因为他无法接受白人、黑人、印第安人被关在同一空间，缺乏种族隔离对他来说可是大忌。因为斯坦利是个基督徒狂热分子，所以永远以自我为中心，偏执地认为基督教白人种族远远优于其他种族。再加上当时优生学的思想盛行，斯坦利很担心白人男性的基因属于最优良的那一种，而其他种族的基因则是有缺陷的，如果不进行干预的话，必然会严重影响人类后代的发展。所以斯坦利开始对其他种族的囚犯以及不信基督教的白人囚犯首先下手，强制进行了绝育手术。他认为这样下来，社会中的暴力行为就会大大的减少。但是按照他的脑回路，这样下去的话，白人男性的数量就会减少，并不利于整个社会的稳定。因此斯坦利还必须要做一件事情，那就是让年迈的白人男性恢复性功能，这可比绝育手术棘手多了。然而斯坦利并不只是想想而已，他的脑海里面产生了大量病态的想法和实验构思。在早期有过将黑猩猩的植入人体内的实验案例，医生们普遍认为通过增加精子数量和改善血液流动的方式是可以恢复人类男性的阳刚之气，改善身体状况的，甚至还能够提高人的进取心。但是并没有多少人真正接受过这样的移植手术，这一块的研究还很空白。与此同时，圣昆廷监狱却为斯坦利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监狱里面有着许多年轻的男性囚犯，斯坦利想要的正是他们的在1928年的5月，一名23岁的囚犯在一大群人面前被吊死。在他死后，按照惯例，斯坦利对他进行了尸检，并移除了这个年轻人的尝试植入老年囚犯体内。不仅如此，他还从雄性的牛、猪、羊身上取出再通过手术插入囚犯的阴囊中。在斯坦利看来，这些犯人的身体应该吸收激素，从而降低自身的荷尔蒙。然而这些奇怪的实验相当残忍，斯坦利声称异物被吸收到了患者的身体中，没有受到丝毫伤害。根据记录，实验过后，这些人不太有犯罪的念头了。据说还有一位72岁的囚犯，手术过后竟然生龙活虎。不过这些记录的真实性还有待商榷。历史已知的是，这种手术大部分都是以失败告终的，即使成功，也几乎都会出现排异反应。因此，死于并发症的囚犯只是没有记录罢了，一定数不胜数。但是斯坦利并不会因此而停下研究的脚步。虽然斯坦利一直在进行着惨无人道的实验，不过他在监狱里面的名声依旧是不错的，这和他善于拉拢人心有很大的关系。自从他来到了圣昆廷监狱后，做了许多真正改善囚犯生活条件的好事。他声称自己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囚犯提供平等的生活机会，囚犯也值得最新的医疗技术，因此大部分囚犯都很尊重他，对他的做法深信不疑。所以后来斯坦利在监狱里面张贴了大字报，大肆宣扬手术的必要性。他劝说囚犯们，这只是个简单的小手术，可以防止生孩子，但又不会干扰到正常的性生活，反而还能增强男性活力。因此许多囚犯都响应了他的号召。当时的圣昆廷监狱当中，至少有600名囚犯连哄带骗被进行了绝育手术。那么为什么这些囚犯还是愿意做呢？难道他们不会痛的吗？其实除了斯坦利的洗脑之外，在当时的监狱当中，男性也是个相当有利可图的灰色项目。做这档子生意的人早就打通了监狱里面的关系，提前预定死刑犯的转手卖给了有需求的富商。那至于富商为何要获取，
大家自行脑补一下，弹幕里面见。正常来说，监狱会联系家属，并征求对方的同意，把器官捐献给他人。比如在1919年，就有一个囚犯因谋杀罪被处以绞刑，在行刑前几天，家中的妻子收到了一封信，询问是否愿意以1万美金的价格出售丈夫的。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放到现在可能有15万美金。不过这个故事到这就戛然而止了。没有人知道妻子是否接受了这个交易，如果是的话，那后来的移植手术又是如何进行的呢？不过这还算征求过家属意见的了，天知道到底还有多少死刑犯去世后被夺走了身体器官。其实正从头到尾都是很震惊的，什么绝育手术、移植手术，这都是合理合法的吗？其实这还真的是的。在1909年的时候，加利福尼亚州就通过了一项法律，任何在监狱中患有精神问题的囚犯，如果在被认为无法适应社会，可以对其进行绝育手术。斯坦利就是钻了这条空子，因此在他的标准里面，任何不是白人基督徒的囚犯都是会对社会有害的。在斯坦利进行各种实验的同时，他还试图研究疾病与犯罪之间的关系。在1923年的一篇文章当中，斯坦利指出，大部分犯罪来自3种疾病，分别是道德上、精神上或者身体上的疾病。这是他根据囚犯进入圣昆廷监狱时所提交的体检报告，又翻阅了大量的历史材料得出的结论。不过他的一些观点角度也是相当的清奇，比如他认为视力和听力差可能会导致一些人成为罪犯，还说视力差的人没有资格与其他人进行适当的竞争。那么听到这里，有多少小伙伴感到被冒犯了？可以在弹幕里面扣个1。其实正也是个近视眼，所以真的不能忍了。不过不得不佩服斯坦利为了自己偏执的种族主义，可以说是费尽心思。绝育是一方面，那他们返回到社会后，如何保证这些人不再犯罪呢？斯坦利就想到了做整形手术，改善了他们的形象，方便囚犯重新融入社会。有的囚犯因为打架斗殴搞得歪鼻子歪嘴，但是在斯坦利手里，任何变形的部位都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说实话，乍一看这好像还算是个好事吧，但是斯坦利没有想到的是，这后患无穷。在整形手术过后，许多囚犯都和入狱时长得完全不一样了，就连狱警都吃不准他们的真实身份，这也是相当危险的。如果这些人出狱了，设法改名换姓，更没有人知道他们曾经犯下了怎样严重的罪行了。在1951年的时候，斯坦利退休了。回顾在圣昆廷监狱的日子，他始终认为自己做的一切都是合乎道德的。不过这项研究被拆穿后，斯坦利收到了许多恶评，都认为他玷污了医生的名誉。除此之外，他的身边也不乏有许多赞扬的声音。有人认为斯坦利的实验尝试都是为了控制狱种，减少社会犯罪，在当时是相当具有革命性的。抛开别的不说，没有伦理约束的科学，这难道不是变相的谋杀吗？虽然受害者是囚犯，但是这些人并不都是死刑啊。话说斯坦利的身份如果不是一个医生的话，那他就是个宗教狂热分子了。他心中如此偏执的种族主义要去哪里释放呢？真不知道会做出怎样可怕的事情。更让人细思极恐的是，这只是一座监狱，一个医生，一个任期。那其他监狱或精神病院呢？又会有多少人死于这样那样的人体实验？总之，打着科学正义的幌子做这样那样的实验，并不会得到所有人的认可。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宗教狂热分子的极端行为并没有断过。这样的悲剧何时才能彻底不再重演？这恐怕是个未知数了。那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小伙伴们对今天的这期视频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留言。那么如果你喜欢本视频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加关注。我是正正，那咱们下期再见吧。